Hello， 大家好，我是贝。今天拍这支影片呢是有关于彩妆方面的小知识。那为什么今天要拍这支影片呢？是因为陆陆续续其实我都会收到一些朋友他们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跟困难的点。那因为对于彩妆师来说，这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很习惯了。当我们一看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马上的反应，知道说我们要怎么去应对跟处理。那但是我们不晓得说，原来这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是会有疑惑的，他们会不晓得应该要怎么去处理，或者是甚至问题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呢，我大概整理了10个问题，是曾经网友有问过我的。那今天我就来分享这支影片，把一些彩妆的小知识分享给大家。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睫毛如何维持卷翘不下垂。那一开始从夹翘睫毛开始，到我们刷睫毛的过程当中，根部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特别着重于在根部的夹翘，跟你刷睫毛的时候要从根部开始先压，然后压住停几秒之后，再顺着睫毛生长的方向往上梳。那最后呢，有一个关键的诀窍是我自己喜欢用的小 pebble， 就是我会在最后刷一个睫毛雨衣，因为它这个成分里面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胶，它干掉之后会变硬，有一点像是帮我们的睫毛喷上定型液的意思。所以呢，当你夹完睫毛刷完睫毛膏之后，最后再上一个睫毛雨衣，它不只可以帮助你把睫毛定型，让它一整天可以 hold 着不下垂。第二个好处是它因为成膜之后，它干掉之后它变成一个雨衣嘛，那当然也自然就可以帮你做到防水跟防油防晕染的效果。好，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问题是要如何刷下睫毛的小诀窍。现在其实已经有出一些刷头比较细的睫毛膏，那如果说你自己没有买到那种刷头比较小的睫毛膏，你想要先把自己现有的睫毛膏先用完的话，建议呢你可以去买一些牙尖刷，它牙尖刷的刷头很密很小，可以刷到我们的齿缝，那用这个你去沾你的睫毛膏，就可以很轻易的去刷到我们的下睫毛，而且是每一根都可以刷到不放过，这是一个很好用的小 pebble。 好，那在第三个问题是底妆不持久斑驳怎么办？那这个从我们在妆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去做处理了。比如说我们在化妆之前，我们的角质可能是不平整的，那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要用化妆棉、化妆水去做先擦拭的动作，主要也是它在化妆棉擦拭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帮你整理抚平你脸上一些不均匀或者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一些斑驳的角质，那一些翻起来的或者是一些掉落，你就可以把脸上的角质层先整理过，让它变整齐之后，或者是说你可以用那种去角质巾，它长得有一点像湿纸巾，你上网去找的话其实都可以买得到，还蛮好买的。像我自己就是习惯用爱杜莎的，它的去角质巾有2面，一面是有纹理的，那个的话就可以帮你顺便做一下轻微去角质的动作，你这样子之后你再上妆也会比较容易服帖，不会容易浮妆，然后或者是用化妆棉按摩，这跟刚刚我们说的去角质巾那是同样的意思嘛。那你的步骤的话就可以分个3等份做吸收，比如说使用妆前乳，然后你可以去做油水平衡，先把你脸上的油脂分泌让它变正常，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控油效果的保养品、乳液之类的去擦在你局部容易出油脱妆的地方，然后呢控制它的油脂分泌。还有你也可以使用蜜粉啊，或者是定妆喷雾啊、保湿喷雾啊，去帮你脸部做好保湿。
那上妆的手法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毛孔其实如果用生理学的概念去理解它的话，因为我们的毛孔其实它是往下生长，它的开口是往下的，所以如果我们上妆的时候，有的人是用海绵嘛，有的人是用粉底刷，那如果你是由下往上的话，其实它的粉底就会卡在我们的毛孔，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的底妆会变成有点像芝麻粒，就是这个原因，是你上妆的方向不对。你应该是由上往下，这样就不会把那个粉底卡在毛孔的边缘，那这样子你的底妆看起来就会比较平滑，比较顺。然后再来是第4个问题，毛孔明显的人应该要怎么上底妆？这个其实应该是很多人的问题，尤其是在台湾这么热的天气，其实大部分人的肤质都是混合性，它偏油性的肌肤，或者是它是局部性，这边很容易出油、脱妆、斑驳。那如果这个地方很明显、很容易卡粉的底妆，应该要怎么上？其实呢，你可以使用一些少量的隐形毛孔的产品。那上妆的手法，其实就不要再去涂它、去揉它。应该是要用压的，像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到，我们用海绵90度跟皮肤接触的方式把它轻轻的附着在你的皮肤上，然后再把你的粉底一样90度的方式叠在上面，等于它是一层叠一层，不能是去摩擦去推它，因为这样它的结构排列就会乱七八糟，所以你就会加速你毛孔明显的过程。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尽量避免在毛孔粗大的区域使用珠光或打亮的产品，比如说我们鼻翼这一区，然后眼下这边通常都是我们毛孔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就尽量避免去使用打亮的东西或者是珠光的产品。那接下来到我们的第5个问题，第5个问题是眼影怎么上都是脏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人他可能因为毕竟不是专业的彩妆师，所以他们在挑选颜色上会比较有困难。那基本上如果你是用同一个色系或者是单用一个颜色的话，比较不会有这个眼部眼妆看起来很脏的问题。那再来是你上眼妆眼影的手法，一般像如果我们是用眼影刷的时候，在你沾取眼影粉，你要先把多余的量先把它舍弃掉，你可以先在手上转一下，或者是卫生纸或者是用手指去敲一下你的那个眼影刷，让它比较等于是说让你少量多次的慢慢的叠加去做出眼影的渐层，这样看起来呢你的眼影才会干净。因为你如果一开始你沾的量太多，你在涂的时候，尤其是你上眼妆的手法位置跟角度如果不对的话，其实多余的粉就很容易掉在我们眼睛的下面，所以这一区就很容易会有多余的粉，然后看起来眼妆就脏脏的，那就后面我们就会比较不好补救。那如果不小心你真的万一真的不小心眼影有掉下来，因为太多量不小心有掉下来在这边的话，你可以用那个干净的蜜粉刷把它扫掉，或者是用少量的粉底液去把你脏的那一块的妆做校正清楚。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用棉花棒沾粉底液的话，其实是有一点像卸妆的效果，等于是你那边的那边的妆把它涂掉，把它涂干净之后，你再重新的再把它压一个粉，让那个区域的妆是维持干净的。好，那再来我们第6个问题是，最后的步骤是要用粉饼还是蜜粉，就是所谓的定妆。那粉饼呢，因为它其实是比较属于是粉底类的，那它比较适合用在补妆的时候，跟气垫粉饼一样。但是如果你用在补妆，请记得先把你脱妆部分的妆那一块地方，因为已经出油斑驳了嘛，你要先把那个地方的妆
给清理掉之后，再重新补妆。你可以用干擦的粉饼，或者是用气垫粉饼，在你脱妆的那个区域，等于是帮它重新上一个底妆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拿来补妆用的，而且也会出门在外面的话也会比较快，比较方便。那蜜粉的话呢，因为它比较会有吸油的功能，通常啦，那它的质地也比较轻盈，所以它会有吸油的效果。那比较适合是拿来做定妆。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有分，现在又有出一些，很多牌子都有出一些定妆喷雾。那如果你是很容易出油的人，或者是混合肌，然后或者是很会流汗的人，你蜜粉定妆完之后，你可以再喷一下那个定妆喷雾可以让你的妆容更持久，或者是说让它出油之后不至于粉底会移位或斑驳，那有一些甚至还有抗摩擦的效果。那如果是干性肌肤的人，就建议你定妆的时候，你就不要再上干类型的粉状类的东西，你直接喷定妆喷雾定妆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是第7个问题，眼线胶笔跟眼线笔差别在哪里？要怎么挑？眼线笔的话呢，它的质地较为柔软，那它比较跟眼线胶笔的话，因为成分不同的关系，相对来说它比较不会防水，它也不防油，它比较容易晕开。所以呢，如果你是要拿来做烟熏妆的话，它是比较好去做推开、做晕染的步骤，眼线笔是比较适合的。那眼线胶笔呢，因为顾名思义里面的成分是有含胶的，那所以呢它的防水防油的效果相对比之下会比眼线笔再好一点，那不至于说到每一个人都完全不会晕，这倒还没有产品这么厉害啦，但多少可能看人的使用方式，每个人肤质不一样，也许还有时候是跟我们的眼型有关系，所以只是相较来说，它的晕妆的几率会降低很多。然后呢，跟我们如果跟用那个什么眼线液干掉成膜，它的这个概念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再来第8个问题，妆前产品百种，顺序要怎么使用？全部都要用嘛？我们现在很多的妆前产品有控油的啦，有七彩颜色的啦，就是各种校正乳、校正色的妆前乳啦，然后有珠光类型的妆前乳啦，还有什么素颜霜啊、CC 霜啊、防晒啊，然后各种琳琅满目。那这些全部我们都要涂吗？其实没有，因为你在底妆之前，你上的东西、擦的东西越多，让你脱妆的速度其实是更加快的，所以你只要择1、择2，其中一两样来使用就好了。比如说防晒跟适底乳，就是稍微有一点帮我们校正提亮肤色的。有一些适底乳它其实有做一些防晒系数，那你就不用另外再去单擦一瓶防晒乳了。这样我们只要选用一个有防晒系数的妆前乳、适底乳，然后它同时又可以帮你提亮校正肤色，这样子就很方便了。我们只要1瓶就可以完成。有个问题，为什么眼褶会这个区域会容易晕开或者是积线？那要怎么预防呢？因为我们眼部这边其实也是很容易分布油脂的，所以会有溶妆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眼褶的地方，可能一整天下来出油之后，你的那个眼影就会卡在这边有一条线。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有遇到过。那这种状况我们要怎么去预防，怎么处理？有2种方法。第一种是你可以擦眼部妆前的底膏，那它可能有控油的效果，还有平滑的效果，然后也可以让你的眼影更显色，降低你眼皮出油的时间，让它比较不会那么快就脱妆了。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在你上眼影粉之前你可以先薄薄的先刷一层透明的蜜粉，
它因为透明蜜粉就是我们刚刚说吸油的效果嘛，所以可以当成是做眼部打底的意思。那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如果你在上眼影之前，你先薄薄的少量的，真的是要很少量哦，我轻轻的擦一点点的蜜粉之后，你再去上你的眼影的颜色啊，其实它也会比较好晕开，因为它就会变得比较干爽嘛。然后你的粉类，你的刷子在扫的时候，它也比较容易推均匀，所以这也是有另外的好处的。问题，唇周黑黑的色素沉淀的话，要怎么上唇膏？应该蛮多人都会有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唇膏你拿起来看是一个颜色，可是因为每一个人天生的唇色都不一样，可能擦在你自己身上的时候，你觉得效果怎么跟我们肉眼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那而且有一些人他的唇周子色素沉淀蛮严重的，外面这一圈看起来就是黑黑的，你唇膏怎么擦就是会觉得颜色不好看。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的解决方法就是用唇线笔，你可以找一支跟你想要擦的那一支唇膏的唇线笔是同一个色系的，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擦一个大红色的口红，然后呢你就可以另外准备一支大红色的唇线笔，先帮你的嘴唇先做一个颜色的打底，因为它通常眼线笔的质地它会比较干，然后比较附着力比较强，所以它可以帮你把这个黑色素沉淀的颜色先遮住，有点像帮你嘴巴做遮瑕的道理。那你先做一个打底的动作，用唇线笔打底之后，你再去擦同色系的唇膏，这样子呢就可以很完美的展现你唇膏的颜色了。OK， 好，那以上今天是我们分享的10个彩妆小知识的问题，那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我们在期待下一次的影片，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那我会想更多一些美妆知识的小影片来分享给大家，请大家帮我支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谢谢大家，拜拜。